女排14人名单曝光，张常宁、龚翔宇遗憾退出，袁心玥2.0成最大焦点。中国女排自从在东京奥运会上3次失利后，就进入了一个迷茫期。女排从1954年开始成立，在1956年，女队在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2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比赛中，中国女排先后击败奥地利、荷兰和联邦德国，并且获得了第6名。在1979年时，中国女排首次有了名气，在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决赛现场，以3-1的比分击败了当时的亚洲和前世界冠军日本女排。从那时开始，女排便开始称霸亚洲，正式开启了巅峰之路。后来在1981年，中国女排凭借单循环赛制，在日本举办的第3届世界杯中拿到了冠军。经过7轮28场比赛后，中国女排7连胜，获得了首个世界冠军。在1982年，女排在秘鲁参加第9届女子世锦赛，大胆启用了新人梁燕和郑美珠，以3-0的比分拿到了冠军。又在1985和1986之间分别获得了第4届的世界杯冠军以及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，成为了世界女排史上首个5连冠的女排队伍。在1995年，郎平开始接手女排，率领着女排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获得了银牌和13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。可当时郎平并没有让女排在当时获得冠军，因此在1998年提出了离职。这时候陈忠和便开始接手。从陈忠和开始接手的那时，中国女排正式进入了巅峰。在2001年，陈忠和大胆启用了全新人阵容，逐步淘汰掉上一任的女排老将，将刘亚楠、杨昊、周苏红等新人提拔了上来，并且在2001年夺得了女排大冠军杯的冠军。在2002年的釜山运动会中，女排也得到了冠军。不过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，女排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，使得他们在比赛当中无缘冠军。陈忠和也在当时被质疑。在2009年时，陈忠和结束了自己9年的指导生涯，换成了魏纪中的老乡蔡斌。在蔡斌的带领下，女排在中国国内举行的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踏河站和昆山站上连获2个冠军，但在后续连输3次，蔡斌被取消了主教练资格，女排教练再一次换成了郎平。而再次换成郎平后，女排正式迎来了他们的时代。在2013年时，女排教练正式换成郎平，截止到2019年，郎平所带领的女排一直在拿冠军，并且女排人选也换成了朱婷、袁心玥、龚翔宇、张常宁等阵容。这个阵容在此期间拿过很多冠军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女排的主力队员也慢慢到了该退役的时刻。现在郎平因为东京奥运会失利卸任，朱婷伤势严重，至今没有手术，女排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低谷时期，急需迎来转变。而在最近也终于有了好消息，在最近女排的14人名单曝光，可以发现中国女排参加世锦赛的14人名单已经公布，朱婷、袁心玥等都在其中。但大家也发现张常宁和龚翔宇遗憾退出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。在后来有人猜测，女排目前已经到了新老交替的阶段，即使将新人提拔上来成为女排目前最大的目标，因此张常宁和龚翔宇落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同时还有人发现，在女排人选变化之时，有一个队员引起了注意，这个人被称作是袁心玥2.0，他就是万子越。这个袁心玥2.0也成为了全运会上最大的焦点。在今年世锦赛中，女排将选出实力强劲的新人，地方队比赛已经落幕，也有几个实力很强的人被发现，万子越就是其中之一。万子越在全运会的青年比赛中作为副攻手十分抢眼，在比赛期间和二传完美配合，有着超高默契，再加上拦网动作十分到位，和当年的袁心玥有极度相似之处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被人称作是袁心玥2.0。而网上对万子越的相关资料记录很少，目前在全运会新人赛上作为新星存在，他的实力已经被大家看见了。虽然现在被地方队选出，但之后要进入国家队集训还是一件大事，万子越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才可以走到国家队中去。如果万子越真的像袁心玥那样优秀的话，那么未来也极有可能会进入国家队女排，为祖国获得荣耀。也希望万子越能够早日真正变成国家队的主力队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对女排新星万子越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说出你的想法，关注杂酱体育圈，了解并订阅最新体育资讯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